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老公在家老看这个节目，自己一边看一边就在那儿嘎嘎乐。可以说结了婚之后，很久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婚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每天两个人就是坐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偶尔呢分享一些搞笑的节目片段。所以想要维持婚姻，不仅要有爱，还得有爱奇艺。我和郭麒麟合作过一部戏，叫《平凡之路》，我演了他的师傅，不是演于谦啊。我虽然不是女一号，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那部戏。其实演员能碰到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是很难的。如果剧本够好的话，我演女8号都行。如果剧本非常非常好，别说演他师傅了，让我演于谦也行。我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100张面孔，这事儿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当过主持人。每一次被介绍总是加上漂亮、最美、最美主持人这些词，直到最近我才摆脱了这个标签，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因为今天来到这里，最美主持人的称号已经另有人选了。前几天我刚刚过完生日，很多人问我，作为一个40+的女演员，会不会有角色受限的困扰？其实我感觉还好，因为我既可以当姐姐，又可以当老婆、妈咪、小姨，甚至在网上我还当上了老公。我知道中年女性有无限可能，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还有当上中年男性的可能。其实遇到中年危机并不可怕，有段时间我也感觉人生好像似乎卡住了。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去学点东西。所以去年我就去上了学。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开学一直哭，我就劝他，我说上学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妈妈都40岁了还上学呢，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这学要上到40岁啊！我听说杨蒙恩也要去留学了，学的还是导演对吧？节目组说你一开始想考纽约大学，但是后来呢，考了个纽约的大学。你不要灰心啊，我们不会用学校的名气来衡量你的才华。我很期待你学成归来，我们有机会合作。当演员就是这样的，机会再小也要争取。很多人觉得我英语说的还不错，问我是怎么学的。其实我真的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除了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上了新东方的英语课。那个时候新东方刚刚火起来，罗老师都还在教课，但是我阴错阳差就是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没关系，他一会儿会给咱们上课的。最后我想要和选手们说的是，我知道比赛大家压力都非常的大，但是从人生的维度上来看，这不过只是一场比赛而已，放平心态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一个今天完全不用比赛的人给大家的建议。谢谢大家，我是猪猪。嗨，朋友们，很开心给大家演出，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你知道吗？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算是喜榜残疾人。哎呦，说实话，真想讲老弱病残的段子，想讲地狱笑话啊，我有这个资格。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20岁，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
但凡说难受，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小孩没有腰啊，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我们东北更严重，逞强教育，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得不了任何病。但是这是肯定是玩笑，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把你当绝症，不让你吃糖，不让你吃水果，不让你吃巧克力，非说你是狗。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家人才是真的关心。我姥80了，知道我得糖尿病，心疼坏了，每天以泪洗面。哎呀妈呀，大孙子咋整啊？得糖尿病了，妈姥还没得你就得了，咋整啊？哎呀，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一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一发病就进 ICU， 特别突然，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ICU，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往那一躺，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呼吸都有管帮你。我往那一躺，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我懂。ICU。再出来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周围全是那种老人、老头嘛，他们很健谈，在里边聊天。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看着我说老弟，你这么年轻，你来这儿，你得是癌呀。我说大爷你别闹，我糖尿病。他说你别闹，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当时才意识到，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每天打胰岛素活着。但直到去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考了老家一个社区，被拒绝了。那个手册一翻开，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大面积纹身不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我又不是那种病。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我伤害别人，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主任喝茶，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亲自倒。蜂蜜茶，主任，蜂蜜茶，5支蜜糖。这个找工作过程中，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中国有1.4亿糖尿病人，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根本不用上班。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那剩下的呢？一查在送外卖送快递，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偏偏最接纳我们。不是说我们适合，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哪怕他们就叫歧视。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我觉得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掐的岗位，一个大厂的运营。所有面试全过了 ，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担心你的体力问题，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体力，奥运会上足球、网球、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没有办法上这个班，这得多需要体力！我能为国争光，没办法为他卖命。我不是来端茶倒水，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端不了的吗？又不是铁饭碗。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必须死一个健康人，挺有武德，不杀老弱病残，对吧？工作
作强度大，你降低工作强度啊？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招个累不死的，招个能吃苦的，更适合我了，我就吃不了甜。运营干不了，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我要当英国首相，已经疯了。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那地方我也能住。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这个世界该填的填，不该填的不填。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彩亮。我这个人情绪稳定，很少哭。我妈教育有方，小时候日记被我妈偷看了，哭。我妈说：“你日子多幸福啊！你想想那非洲小孩，饿的都吃不上饭，人家都不哭，你哭。”我说：“你咋知道人没哭呢？非洲小孩日记你也偷看呢？”我妈说：“哭没用，写日记也没用，要是真喜欢写，就写出高分作文才有用。写作文老是那个题目，我爱我的妈妈。我当然爱我妈妈了，别人妈妈那不阿姨吗？想得高分永远是那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我高烧的深夜照顾我，在雨中接我放学，为我打伞，淋湿了自己。哎，淋湿的永远是我妈，但发高烧的永远是我。那年东北旱灾，庄稼旱死了上百亩，我妈被雨淋湿了47次。我妈在哪儿哪儿下雨，铁岭萧敬腾。全班都写妈妈打伞，妈妈打伞。班主任开班会的时候都疯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做啥都得有用，出生开始就得有用。1岁就抓周，一堆亲戚围着我，七嘴八舌，看我将来有什么用。我抓了个听诊器，他们说不错，医生。其实我可能就想把耳朵堵上。我表弟抓了个铁饭碗，他们说我们家光宗耀祖就靠我表弟了。所以抓周这玩意儿是真准。虽然我没有成为一名医生，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有病。抓铁饭碗的表弟更准，他现在在干吃播。就算死了也得有用。我姥爷走了20年了，这20年我姥每周给他准备3根破香蕉和5个过期月饼，求他办了70多件事儿，就没有人考虑过他生前糖尿病。每次给我姥爷烧纸，很少说多怀念他这个人儿，总是让他保佑我们点啥。几年前我要去考试，我姥就跟我姥爷说，保佑孩子考100分。我考的是雅思，一出分7.5，我姥转身就把月饼撤了。家里别人遇到什么事儿也会求我姥爷帮忙，除了烧纸还会烧烟呐，什么别的。这么说吧，我姥爷身边现在全是2手烟、2手手机、2手手表。我姥爷在那边急需一个转转。做人做鬼核心都是有用。前几天我姥摔了一跤，没有人告诉我。我妈后来说，告诉你你回来也没有用，人呢还是要做有用的事儿，你就好好整理短视频。我说妈，如果所有人都只做有用的事儿，谁刷短视频？就是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的时候，我最快乐。前几天给我家柯基修了个蜜桃臀。别人问我花180给狗屁股修那么好看有什么用？我说没用，但是我开心，因为我没法花180给自己修一个好看的屁股。凭啥非要有用啊？没用的人活得更爽。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最有用的是摄影大哥，他不录这节目纯白眼。其次是观众，你们不笑这节目纯尬眼。最没用的就是气氛组嘉宾。太早了，他们
不点评，这节目纯享版。但是我们有谁比他们过得好？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干有用的事儿，好累呀，不想有用了。直到今年第1轮比赛的头一天，突然看到一条新闻，言之凿凿说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导致世界末日。我说，哎，要是真的，怎么还有种解脱感？就是不是我主观不努力啊，是客观不允许了。这就好比公公婆婆天天催着生孙子，结果一觉醒来绝经了。那种精神状态就是绝子。我说小行星，你可说准了，来啊！那一夜我灵魂狂欢，什么有用都没用。看见别墅废墟，看见豪车废铁，看见富航狒狒。我还真走了。不努力了，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不去，另一个节目也不去，地球都要熊熊大火烧焦了，那爱奇艺的节目和腾讯的节目都会糊。人情世故不再在乎。爱奇艺导演跟我说：“彩玲姐，要不要用你的短视频账号给我们节目打广告？”我说：“不打，号卖了。”我给我女儿看小行星要撞地球视频，我说：“妈妈爱你，来把教科书拿来，给你烧了。以后随便刷短视频。”我女儿一刷下一条，专家已辟谣。我说：“写作业去，把火也灭一下。”我女儿说：“妈妈，那你呢？”我说：“我看喜剧，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花小钱看大戏，连续包月更便宜。”好像只有想到世界末日要来了，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做个废物。我活到今天一直在做有用的事儿。从小的教育让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更大的快乐会在后边等着你。但这是骗人的。小时候我们院里仨女生都喜欢跳皮筋儿，我老是回家写作业凑不齐。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嘴里也捣鼓小皮球、拿脚踢、2856、2857，再凑齐，岁数大跳不动了。那年我们仨正好28、29、31。那时候我姥爷亲手扎了一个风筝，老想带我出去放，还用吃的诱惑我说：“走啊，香蕉带着呢，还有月饼呢。”但是因为我有作文课、数学课，一次都没去过。现在在看放风筝，风筝和姥爷都在天上。我写完这篇稿子，跟我女儿说，什么都没用，你的世界你快乐最有用。我女儿说：“对呀，我的世界本来就没有别人呢。”谢谢大家，我是彩玲。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啊，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
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好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啊，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啊，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你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它做的很吸引人啊，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啊，不知道啊，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哦，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你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啊，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啊，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儿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我又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卸载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二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直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是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啊，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啊！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
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谢谢奖励，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啊。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关变差之后，其他4关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关，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它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儿，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划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啊，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啊，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的坐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6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是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人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粘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1秒钟之后你捞出来，它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3年啊，就上厕过1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了，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那个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你要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都能吧？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是吧？然后就上错过1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2个高跟鞋走进来了。说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有一个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走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
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来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啊，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妇婴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哎，那妇婴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哎，你一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啊，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对不对？哎，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了。要是不吸一点的话，完全出不来。我说是通的吗？难道啊？你听多么荒谬！条件反射，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难怪餐厅都禁烟呢，我心想，是吧？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啊，因为那次一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3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是第1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个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啊，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我爸去哪儿了呀？说好了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又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谢谢大家，我讲到这，谢谢大家。没救了。今天这个妆发，这个造型，怕是迪士尼要通缉我了。我刚刚一路上过来，就听到好多姐妹夸我，对吧？我是非常感谢你们这种直白的夸奖的，因为作为一个胖女生，经常听到的一句夸奖其实是“你要是减肥了，一定是个美女”。我以前觉得啊，用你说，就是我以前也觉得得等我瘦了，我才能当美女。但我后来想，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当美女。先当美女的人，先当美女。怎么还想用这种标准要求我呀？真的是我是谁呀？我吃过的饭比他吃过的饭都多。但我也知道啊，在这个大环境下面呢，女生不被影响其实是很难的。我经常刷小某书，看到有女生发自己的自拍照，然后让大家给她打分的。我想这都什么年代了？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心疼。有次我说姐妹，你不需要别人的评价，我们可以先欣赏自己。她说你3分。
好好好，现在知道什么年代了，东汉末年。当然了，被观众评价呢，其实是我这个脱口秀工作的一部分嘛。但是你们不知道，有一些 report 它真的写的非常离奇的。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七夕今天没穿裙子，穿的裤子，我不喜欢她穿裤子。我说人都得穿裤子，就算我今天穿了裙子，我也穿了裤子。还有说我穿的太成熟了，不少女的。我快30了，我是个妇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在期待女人是少女的单纯懵懂的样子。你们知道《一路繁花》吧？我之前看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个人说好讨厌这几个姐姐啊，心机太重了。我说她们都60、70了，也该懂一点人情世故吧。而且我是那种很喜欢向姐姐请教人生经验的人，我不能接受有一天我去问姐姐，我的人生好痛苦，我找不到出路，应该怎么办？姐姐说啊，不知道人怎么可能保证单纯的？保持不了的。这个世界就是在逼迫人学会人情世故。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对，我是上过班的，和其他的脱口秀演员略有不同。我当时去面试一个电影公司啊，那个面试官是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制片人。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制片人，当时跟他相谈甚欢，我想权力我来了。结果他问我：“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想啊，爱上我了。我说我不接受办公室恋情。他说我是怕你以后结婚啊会影响工作。我一听特别着急，该说你放心，我连恋爱都不谈。但进了公司1个月之后啊，就是也没有进入权力的漩涡，因为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贴发票。我找了那个面试我的制片人，想争取一下去剧组给他当制片人助理嘛。他当时跟我说：“你的事儿呢，我会考虑的。这样，待会儿呢，我要去跟人吃个饭，你可以吗？”我说：“吃饭，擅长。”而且为了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证明我的能力，我还特地带上了胶棒。待会儿吃完饭，当场贴发票。我一推开那个包间门啊，我就发现不对，全是陌生人。我一坐下，那个制片人就让我喝酒。我当时太年轻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饭局。我说我不喝酒，我要喝椰汁。制片人当时是有点不高兴的，他说：“你只喝椰汁啊？”我说：“好吧，其实我私底下可乐奶茶都来的。”中途他把那个空酒杯往我面前一推，想让我倒酒。我当时又没读懂，我说：“咋啦？你也要喝椰汁啊？”他就再也没有理我了。第二天呢，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呀，不适合剧组。昨天一点也没给我长脸。”我不想给他长脸，我想给他长嘴。但我当时说的是我可以学。他说：“算了，你这个情商啊，没有阅历啊，练不出来的。”我说什么意思啊？我没阅历，说我情商低，人家姐姐有阅历，你说她心机重，怎么跟密室逃脱一样，找不到出路啊？就好像我当时只给了我2个选择，要么我做一个拥有权利但不受欢迎的坏女人，要么我做一个单纯懵懂但很会贴发票的服务员。然后因为不会服务，被饿死。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很容易被饿死。我想改变规则，我想喝椰汁。等我有权利的时候，单开一桌，可乐、奶茶都有，每个人想喝哪个喝哪个。我们以后就喝这个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杨蒙恩啊。那个，我之前是个，我刚刚表演了一个忘词儿，好是吧？没有，因为前面刚连的忘词儿，然后在我后面后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
然后我说与其传染，我不如先得吧，我说是。其实这样，今天聊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生活。我之前是跳街舞的，有人看不出来是吗？你这样能看出来了吗？是吧？来一个，这是现在我最高水平了，不好意思。其实这样，我很早，我是08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去跳街舞了。08年跳街舞是个非常前卫的事情。08年，王一博甚至都不是练习生呢，王一博就是个小学生。而且那时候全内蒙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街舞是什么。那时候有几个年轻人在我们那公园那空地里面跳舞、翻跟头，然后各种转，围了一圈大爷大妈在那儿看，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后来越传越邪乎，说公园里面耍猴的没带猴，能自己练。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去跳的街舞，然后我们包头唯一一个街舞团叫精武门，非常的中二。就他虽然已经把那个武术的武改成了舞蹈的舞，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精武门里面跳爵士。我啪一走进精武门，所有人就在这儿，然后老师一边跳一边教说：“想象你们再开一台车。”我说：“你开什么？”我说：“你开什么车让你这么开？你坐方向盘上了吧？”你说，我本来不想学，后来呢，讲完课之后，老师给我看了一个世界街舞大赛的视频，放完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世界最牛的街舞比赛。”那这里面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美国人，就是没有我们中国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中国人接触街舞实在太晚了，老师们再怎么练也比不过他们了。但你真的赶上好时候了，老师相信你从现在开始练，有朝一日一定能代表我们打败日本人，打败美国人，打败韩国人。我当时16岁的我听得热血沸腾，脑子里面已经出画面了。在一群外国高手的围攻之下，我一个托马斯全旋720转体完美落地，全场起立沸腾。主持人都激动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中国人。”这个时候，老师问说：“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跳街舞了吗？”我说：“为国争光。”他说：“没错，这边交钱。”我发现我们真的很爱打外国人，真的。如果一个综艺干不下去的话，我们就找几个外国明星过来唱歌比赛。然后赢他们，是吧？我跟你说，我当时学街舞那个心情，就是那英那年那个表情包，就是我要洋人死。结果过2天，舞团请来了一个外国的麦克老师，给我们上大师班，我又交了3000。我最后临走之前，我终于鼓起勇气，我跟他说了一句英文，我说 I will defeat you in your country。麦克老师也回了我一句中文，他说：“其实我是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的爱国心就被利用了。而且我回想起来，发现我最开始想跳街舞，不是想要为国争光，我当时就想吸引女生。但是我太幼稚了，我发现跳街舞其实根本不能吸引女生。那时候上高中，没有几个女孩喜欢跳街舞的。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男朋友是跳街舞的，你怎么跟别人介绍他？啊，别人一说啊，我男朋友学习好，年级前3，我男朋友体育生，校100米记录，到你了，我男朋友能用脑袋在地上转10圈，你男朋友只腌陀螺吧，那么厉害转。我当时就是那个陀螺，我练头转练得非常厉害，他们甚至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钻地龙。我觉得不够酷，还起了个英文名叫钻地 dragon， 钻地 dragon 就是拼音钻地 dragon。然后我本来还觉得挺酷的，后来直到有一回我去外地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他那个比赛是他介绍选手上场的时候，他是把你来自哪里和你的外号连在一起介绍出来。我刚说我家乡是包头市，我当时下面已经很唏嘘了，我说包头钻地龙，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愚蠢呀？结果我没想到那个 DJ 比我想象中还要愚蠢。他操的时尚又浑厚的口音开始介绍我说：“哦，接下来这位选手是包着头的钻地龙。”后来我们学校也不让我跳街舞了，不是因为我捣乱或者不学习，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突然下发了一个文件，叫《校园安全月全区杀马特整顿大行动》，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抓几个杀马特。但我们学校没有杀马特，教导主任就说：“把那个钻地龙给我找过来，把钻地龙给我找过来。”他揪着我说：“你是杀马特。”我说：“我不是杀马特。”他说：“你就是杀马特。”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杀马特？”
他说你把你的左眼露出来再跟我说话。后来教导主任就跟我说，我现在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杀马特，我们只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儿。这个学校从此以后就不能有街舞。我的天，太严格了！小年纪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教务处通知一下来，我们社团就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高3了，然后我就去舞团，我说我就不跳街舞了，我要去考大学了。然后我离开街舞团那天，当时跟我一起跳街舞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难过，然后他们含着泪问我说：“唐梦恒，你真的不跳街舞了吗？你不跳街舞了，那中国街舞怎么办？”我说这么重要吗？我说我对中国街舞这么重要吗？中国街舞不能等我2年吗？还是怎么着？中国街舞也不招本科啊？就算以后街舞跳再厉害，满天飞各种转，一不小心啪，学位证掉地上了，中国街舞界一片唏嘘。哎呀，这个大学生呀，这是。中国街舞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失去了我这个本科生。但中国街舞现在有很多世界冠军，所以我想说，爱国不是你一定要赢谁，就是我们只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可以为国争光。谢谢大家，我是杨蒙恩。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年呢也是同时参加2个节目，喜人还有这个喜单2个节目一块儿参加。去年也是参加这俩节目，有的时候你连续跨年去了，这舞台有毛病，这舞台。我该不会一会儿也要去学导演了吧？你知道，你连续2年跨平台参加2个节目，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在肩负2个平台和谐共处的使命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是刘洋教主，我是文成公主。最近有一点公主病啦，最近。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我的膝盖是这样，就是这个髌骨这个部位啊，它是能移动出来一节，就是它能移动。这个还好，没想过去治，因为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能帮我看看后面来没来车啊，这个。但是最近不一样，最近它开始响了，就你只要一弯腿，它就嘎巴嘎巴的响。我说这得去医院看一看。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专家号，特需专家，500块钱。各位，我在想，一个号如果贵到500块钱，你最好给我说出一个我没听过的病。你要说就是老了，我可不走了。然后那个专家果然名不虚传，我到了他那儿才知道，原来我这个髌骨外移的症状对应的病叫做髌骨外移。然后这个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立即做手术。我说太好了，你们医院做这个手术最好的人在哪儿？他说就站在你面前。我说那快来到我身边，我的膝盖都为你鼓掌了，我现在。然后这个专家跑过来给我检查我的膝盖，他一蹲下来，我一点没骗各位，他膝盖比我的还响。我说快请起吧，这特需专家是哪个虚啊？这是，您就给我推荐个一般虚的专家就可以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他膝盖会响，以及我为什么必须找他做手术，我一句都没听清，因为他膝盖太响了。我们俩都不能同时在屋里面走路。别人说，哎，里面在打快板，里边有天津人。然后同时他说你还可以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放松大腿外侧的肌肉，把你的膝盖推回去。我当时就选了这个，我说这个多完美啊！虽然保守，但不疼啊。选错了。一到康复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地儿那都不像一个病房，那就像一个满清10大酷刑的主题乐园，哪有床啊？那都是各个刑具啊，放在那儿。有个老大爷正在那儿玩车裂这个项目，4个人抓着他在那儿。我说我是没来过康复科，这边都是先弄坏了再康复嘛，这。然后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过来，他先用筋膜刀给我放松大腿。各位，你知道筋膜刀吗？筋膜刀就是用你的筋磨刀。筋膜刀一刮，我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泪腺长在大腿上。我天，那刮的我都快崩溃了。他刮的就一个小圆铁罐，这么一刮，我说我去，你刀开这儿了是吗？他说腿还疼吗？我说腿还在吗？
他说当然在了，这不给您装包里了吗？走的时候，千万别忘。然后那个东西给我刮了几下之后，真的很有效果，没有那么疼了。他说不疼了吧？我说太好了，您果然厉害，一点也不疼了。他说那我们正式开始喽。正式开始是他拿手肘摁，我当时想手肘还能比筋膜刀更疼吗？他一摁，我说我去，大哥这是手刀啊，这是康复科的康复，什么 Chinese 康复啊？我说不行，咱就用真刀得了。你给我截肢了，我还多俩新段子。残疾人脱口秀该洗牌了。给我摁那第一下，我都不是疼，我是直接看见我姥姥了。然后再摁，我就看到我其他的祖先，我太姥姥刘备、刘邦什么的。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再这么下去，得摁死我们小刘洋。关键疼成这样，他还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是聊天的场合吗？他在那儿跟我聊，他说疼吗？我说你瞎吗？他说疼就对了。人呐，就3个部位疼起来最要命。第一，三叉神经痛，疼的时候面部拉扯，头痛欲裂呀，男人呐。第二，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一滴汗下去针刺一般呐，男人呐。这第三呐，就要数那肾结石了。我说这和我的腿有屁关系啊！他说就是给你科普一下。不说我是疼起来很无知吗？我需要你科普。他也觉得这样不对，他开始问我关于我的问题了。大哥，我疼成那样就不要问我问题了，真的很像刑讯逼供啊。他问我的每个问题，我都从根儿上实话实说，根本来不及编瞎话呀！我在那儿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喜剧演员，参加了一些综艺，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哦，那你是一直干这个吗？不是，以前是新东方老师，现在已经从良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周末啊。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幽默的呀？我说很幽默，经常一句话就把别人逗笑了。真的，吹牛了！各位，那天我对疼痛都有了新的理解。我以前问我一个朋友为什么不打耳洞，他说因为怕打耳洞很疼。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害怕打耳洞疼的人？如果真的有，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打耳洞，真的管不上耳洞疼啊！一摁腿，打耳洞，两边都打，耳骨钉，必定比花文化，支持4个姿势，阑尾也切了，阑尾，我们拽。关键是康复训练都疼成这样了，能想象我平时膝盖有多疼吗？一点儿也不疼。一点儿也不疼，它只是响而已，它只是一个很吵的膝盖，再吵能有我段子吵吗？那天我整个人生都开悟了，各位，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你就把它放那儿吧，因为有的时候解决它付出的代价更大。就像我现在，我每周花1天时间做康复训练。剩下6天从康复训练中康复。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授，谢谢大家。月饼，烧饼来啦啊！讲点啥呢？我今年31了，不像是吗？今年81啊，今年31了，但是我还是不适应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因为我甚至不适应小孩叫我阿姨，每次有小孩叫我阿姨，我说你叫我阿姨。我这个年纪，你叫我阿姨，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
就是不适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装一个大人，假装一个大人。我甚至不敢去那种营业厅，因为我觉得那是大人才能去的地方。我第一次去办银行卡，还偷穿了我妈的西装和高跟鞋。我非常优雅地走进银行营业厅，结果一群大爷大妈问我去哪儿叫号。我说这边请。我觉得我成功地打入了成年人的内部，接下来就是去办一张银行卡。我坐在那个银行的窗口那儿，假装自己是金融圈的大佬。我说你好，我要办一张银行卡。他说请出示身份证。我说我回去管我妈要一下啊。一直都是这个状态，我觉得跟我学的专业有关系。我是学幼师的，我超爱这个专业，因为它不用学数学，不管3723我就报。而且学的科目全都是高中不让你上的课，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啊，给我上爽了。我觉得我们那些生病的老师都来这儿上课了。而且我最喜欢的一节课是模拟公开课，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假装讲课，然后其他的同学配合他当学生坐在底下当幼儿园的小孩儿。我的同学们都喜欢让我去装小孩儿，因为我这方面天赋异禀，我不用装，我就是。我说你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小孩吧，你就说有那种戏精小孩，老师我老师，还有那种害羞的小孩。我说我想上厕所，现在不想。还有那种人来疯小孩，就那种，就是这种啊。我那大专那2年特别快乐啊。结果毕业的时候完了，因为那2年啥也没干，就装小孩了。我说这能找着工作吗？结果学校非常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校招，就是全国各地都来我们学校招老师。我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幼师，我想当那种特长班的老师，但是只有一个特长班在上海，就那一个学校。我说我就去上海。我全名杜月明，听名字就知道，我一定会在上海闯出一片天。面试的时候我超积极的，因为校长说他是舞蹈出身的，他看完舞蹈他都不看了，他就走了，让其他的面试老师看其他的科目。我说我必须让校长看到我，所以校长问谁会跳拉丁的时候，校长我校长，然后校长就把我叫上台了，我就开始一顿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 我恰了1分来钟。校长说你就会这一个动作是吗？你就说我会不会吧，我还会跳街舞。我们校长说我们不需要街舞老师，也不需要这样的拉丁舞老师。我说没关系，我应聘美术老师。校长第一个就把我招进去了，我都不知道校长怎么想的，他不需要这样的拉丁舞老师，但是需要这样的美术老师是吗？所以我进去了之后，非常努力的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的性格根本就做不了老师，因为我的学生从不尊重我，他们都不叫我老师，他们叫我欧。就是这样，我管不了他们。但是我有个外援，我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她就跟我说，她说管理班级非常简单，一个猴一个拴法，这一个猴一个拴法。他说你只要把班里最淘气的那个管住了，这个班你就管住了。我说我是我们班最淘气的那个，因为我们班很复杂，它不是正规的学校，它是特长班，很松散的，所以每次我一进班的时候，孩子都非常的乱。第一排在那吃笔，中间那排在那撕纸，最后那排没有最后那排，最后那排在。我也管过，我说别跑了，别跑了，结果被家长投诉了，说我的口音把他的孩子带跑偏了。我说你确定你孩子的口音是我带跑偏的吗？那跑偏是上海话吗？你都不是个上海鹰。
所以我没办法跟家长沟通。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画画越像大人越好，我不一样，我觉得孩子，尤其是6岁以下的孩子，他画画你要保护他的创造力。我有一次带着我的班级小孩画一个小汽车，家长出来就把我堵住了，他说：“你看看这画的什么东西？”我说：“这个是一个4岁小孩画的一个螃蟹小汽车，虽然画的没那么标准，但是他很有想象力。”他说：“我觉得这个车他拿不出手。”我说：“那，我给你加个奔驰的标呢啊。”我真的适应不了这份工作，所以我就离职了。离职找了一个成熟的工作，全职说脱口秀，非常成熟。但是我确实我没法适应自己已经长大了，但是确实已经长大了，感觉自己被催熟了一样。我去年去参加同学会，我的同学也像被催熟了一样，他们在饭桌上就讨论车、房子、钱，我在那儿想，菜有点咸。但是我插不进去话，直到他们开始聊黄金的价格和银行的汇率，我说这个我略懂。去银行你得带身份证啊。他说你不行，你去小孩那桌吧就。我说去就去，我喜欢坐小孩那桌，不用喝酒，不用抽烟，还不用应酬，吃完饭之后还能围着桌子。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月明。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很开心啊！最近呢，我不是快乐小狗了，我是快乐狗爹。最近养了个小狗，然后朋友教我怎么养嘛啊，3个月大小狗吃的有营养一点，让我吃什么鸡蛋、鸡胸肉、胡萝卜。我说在上海确实不一样哈，狗改不了吃 brunch。我朋友说再大点可以给它办狗证了。我说什么叫狗证？他说狗证就说明它是条上海狗了。我说这么快就落户了？朋友问我来上海快7年了，我还没落户呢。我说他凭啥呀？凭他可爱，凭他能给人带来情绪价值。我说我的工作就是给人带来情绪价值。弄了半天他是快乐小狗，我是河北土狗是吧？我朋友说狗办狗证很简单，打狂犬疫苗就可以。我说我也打狂犬疫苗了。我真的有点嫉妒他现在，你知道，有时候在外头溜达的时候，我有点吃醋，我想报复社会，我有时候想咬路人一口。还好当时有狗绳牵着我，当时那狗一回头，眼神里感觉就说了一个字 ：no。一个普通人确实在大城市很难落户啊，但是一些品相好年轻人还是不一样。比如有一些海外留学背景的啊，这种算血统比较优良的。我当时有点难受，我说我血统也挺优良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而且我每年参加脱口秀比赛，我说我属于赛级河北人。而且宠物不仅好办户口、好落户啊，这个城市对宠物也是特别友好。那现在上海很多咖啡厅，你带着宠物去啊，会免费得到一个狗吃的奶油。当时看着那个奶油，我心里五味杂陈。上海卖一杯咖啡很贵，要30多块钱。我当时看着那奶油，我心想，我说我买咖啡的钱是不是都让狗吃了呀？啊！而且该说不说，朋友们，那个奶油不好吃。然后我就想给它养得好一点嘛，上网我会看很多关于养狗的小秘籍，给它养得好一点。网上有个写的很有意思，他说给狗做绝育手术之后，狗能够多活2到3年，狗的性格会变温顺。我在想，那些狗如果知道自己脾气暴躁的后果是这样的话，他当时肯定说：“你等会儿，我觉得我的脾气还可以克制一下。”然后还有说这个狗狗做绝育还有好处，就是不会乱尿尿了。我说尿哪儿也听你人类的，又要听你话，又要绝育，以后别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了啊！什么忠犬八公啊？你人类想要的是忠犬八公公。网上说给狗做绝育还有个好处，就能避免流浪狗的问题，因为一只狗1年要生12条小狗，3年下来反反复复会生出上百条小狗。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复杂你就这么对狗吧？啊，这件事儿非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吗？我觉得人真的为动物好啊，就不要把人类那个审美强加在动物身上。比如说柯基，柯基本来有尾巴，它尾巴有这么长，因为人类觉得就是不好看，然后给剪成这么短了，你知道？我觉得对柯基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了。剪完之后，你知道吧？有的大尾的柯基显得很友好，摇着尾巴跟打招呼啊，你好你好。断尾的柯基就显得很消极，说啊小柯基，那柯基这样。No 啊。
我觉得宠物过得好不好，完全看人类这段时间的审美。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折耳猫，脸圆圆的，很可爱，但是它虽然有基础病啊，又很贵，但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它，很快就过时了。其实对猫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大的改变啊。它本来可以生活在杨天真家里面吃金枪鱼，因为没赶上好时候，只能在何广智家吃拼某饭了。而且过时就很容易被遗弃啊！被那些流浪的野猫看见它都得问他，他说：“哥们儿，你这小体格是不是流浪撑不了几年呀？”那折耳猫说：“很难说，但应该能比你多活2到3年。”人确实对宠物不好啊，为了好看断尾立耳啊，但人对自己也不好啊，为了好看会动刀打针。人不是不爱宠物，人是不会爱。所以呢，我准备先学会爱自己，以后狗吃饭前我先吃个 brunch 啊！谢谢大家，我是姚伟，谢谢。大家好，我是小佳。我不会嘴瓢，因为我的嘴一直在瓢。准备好听第一笑话吗？我前阵子去了趟医院，然后看到一对儿女带着老人来看病。因为要不要带老人去养老院的问题，2个人就吵了起来。坐在椅子上，那个老人就特别可怜，说：“哎呀，死了算了。”儿子说：“你现在讲这种丧气话有什么用？”老人说：“不是，我说你们死了算了。”其实，在农村里，很多年轻人啊。都在外面打工，所以不得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但是呢，在农村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议论。我外婆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呢，隔壁那个长辈说：“你儿子女儿不要你了。”哎，同样的，我爸妈去打工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你就感觉在他眼里啊，这家老人小孩都没人要。他可以在村口说：“这家老人小孩没人要，有人要吗？”便宜处，老人一诚心，小孩有破损。住养老院是我外婆决定的，她其实很先锋。她以前在厂里上班，然后每天到点了就会下班回家。然后领导开大会的时候，他会偷溜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他最讨厌一群人听台上一个人放。我说阿嬷很尴尬，我现在就是放的那个。他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甚至会跟我开玩笑说：“那个以后啊，我争取死在周末。”这样你工作日可以休3假。我的外婆想把我的周1到周5都变成Sunday。后来呢，我去养老院看她的时候，真的觉得那里很舒服，非常舒服。3餐端到你面前，然后楼下有个大花园、大泳池。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泳池是干什么的。总感觉是给老人的陷阱，但我真的觉得很舒服，我都想住。我说我能不能住养老院？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应该去医院。”跟着我外婆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寝室的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奶奶啊，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但我有时候很羡慕她，因为她做什么事都很快乐。看电视剧笑，看新闻笑，就看脱口秀不笑。连阿尔兹海默症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喜剧很无聊。朋友们，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去养老院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养老院不够好玩。如果我们这代人住养老院，肯定会规划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对吧？到时候养老院呢，不在什么深山老林，就在市中心，旁边就能买到蜜雪梦城，然后无聊也不用出门，刷刷老红书，玩老者荣耀，一边抢拉布布，一边拉酷酷。
哎，到时候女生宿舍对面呢，就建一个健身房，然后老太太每天午休醒来呢，就可以看对面帅哥健身，对吧？向往吧，对吧？你也不用害怕看腻，因为你老年痴呆，每天看都有新感觉。姐妹们，就是要这么不体面的老去。再不疯狂，我们就死了。老头也别生了，老头也去健身房捡矿泉水瓶。我觉得未来的养老院，如果这样做，一定是年轻人的天堂。对，是年轻人的天堂，而老年人的天堂就在天堂。我还蛮喜欢这个梗啊。而且到时候我们也不担心孩子要不要我们，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对吧？而且我有个很神奇的发现，就是那天呢，养老院都是一群那种行动迟缓的老人。我那天一下车呢，迎面走来10几个人，都像小佳。他们一直在开口，就是小佳。早晚大家都会变成小佳的，祝福你们！有一个老人走着走着，假肢掉了，吓我一跳。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感觉以后啊，我在养老院肯定如鱼得水。因为我有60、70年迟缓的经验，当所有人变成小佳，小佳就是那个 leader。到时候那个走路太好的人呢，是要被孤立的。所有人把他围到墙角，说你怎么想去哪边就去哪边，你有没有点大局观啊？我等这一刻很久了。我到时候呢，在大厅里继续给大家讲笑话，看看今天把多少人笑死了。哎，我相信那时候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说这是我能听的吗？所有人都会鼓励你勇敢的大声说，因为大点声才听得到。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辛博。我发现这2年咱们中国人的素质还是提升了很多，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了很多，很少有那种随地乱丢垃圾的了，都是丢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多好啊！垃圾不落地。每回我都得把那个垃圾从车筐里拎出来，再放旁边车里。这都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传承它就不能断在我这儿。我不生产垃圾，笑的都是我的工友。我也试过拎着垃圾去找垃圾桶，没走几步，车让人扫了，急得我脑子没反过来，嘴都张个来。你偷我车，这垃圾我刚拎出来的，你没看见呢？对方也是一脸懵，垃圾给你呗。这2年已经有点脱敏了，有没有垃圾的车我都能骑。但我还是觉得有垃圾的车会更难骑一些。你不能让那个垃圾颠出来，否则它就算我扔的。最烦过那种减速带，我得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垃圾，我恨不得拖着。我说我在这儿手扶拖垃圾。
最怕玻璃瓶，再碰到减速带，我得立马控屏，掉出来玻璃心得碎一地。那天扫了台车，不知道哪个孙子吃剩了半包辣条，我真是想尝尝。麻辣王子，从小我就爱吃。我送你2包。骑到地铁口还车，有个哥们迎面向我走来，周围没车了，他跟想接手这台，他也看到了车筐里的垃圾，他就，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受了委屈会不自觉的自言自语给自己解释，不是我吃的。他冷漠的眼神仿佛就在告诉我，就你扔的。早知道我吃了好了。报复性的想文明一把处理一下车筐里的辣条，但你知道地铁口的垃圾桶总被那个什么电瓶车团团围住。好在电瓶车也有车筐。还有头盔，蹭我一手油，这个倒好处理。车筐里你就找嘛，都有纸巾。我觉得咱们素质还是得继续提，对吧？比如说我们扔的时候，可以按照共享单车的品牌搞一搞垃圾分类。小哈丢干垃圾，小菊丢湿垃圾，小就是垃圾。就他们家弹窗广告最多，稍微一不注意，网贷申请就开始了。我就骑个1块5的单车，申请这10万的网贷，偏要网我。我就从这个 P 点骑到另一个 P 点，这个模式就叫 P2P。包年才130，10万块钱够我包770年，能传到我8辈玄孙那里。2795年，全世界都自动驾驶了，就我孙子骑个共享单车。骑行世家，单车会员到期日加计勿忘告乃翁。感谢吧，感谢你8辈祖宗。小哈就很好，小哈就不弹窗，小哈会在我第一次骑过他们家共享单车之后，就偷偷的帮我把网贷给注册好。哈特暖暖。车是越来越难骑。那天演完午夜场，出了地铁口就一台小破车，那车贼破，我很犹豫，到后边有哥们推波助澜，他问我：“哎，你骑不骑？你不骑我骑。”我说：“我骑。”赌一把。那台车骑着不如扛着，这个车把歪的，我正着扶车就走斜线，我就理解什么叫歪打正着。那个车座被压到最低，锈死了，提不上来。我一蹬膝盖，只顶我下巴壳。为了不顶到，我还左右闪躲。我一个打工族给我骑成了维吾尔族。上坡我得站起来猛蹬，下坡还行，就是刹车不灵。骑进去我300块钱医药费，还行，网贷额度还剩99700。最垃圾的还得是那个共享电单车。共享电单车那个头盔你戴过一次，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屎盆子扣你脑袋上。
道，朝闻道，夕死，所以不带警察惩罚我，带了老天惩罚我。那个味儿从天灵盖就冲进来了，保护我的脑子，击溃我的心理。这跟从垃圾堆捡个口罩带点有什么区别？我就感觉我的脑袋被流浪汉用腋下夹住了。我头都是馊的，我嗖往前骑，让那风往后吹。只要我骑得够快，风和味儿就追不上我。唯一一个比那个头盔更臭的，就头盔那袋儿。那就是流浪汉的袜子。朝闻道，立马死。但是记住，一定要记啊，一定要记。你要是不记，一拐弯他就甩你嘴里。共享电单车的批点特别少，还车点特别少。骑到客户门口，发现最近的批点就我出发那个。原地还车要收我20的调度费，我又骑了回去，钱花了，时间花了，人还留在原地。见客户迟到了，回来领导开车顺我，给我一顿臭骂。唯一一个比那袋儿更臭的，就领导的嘴。我说领导，你把安全带系上吧，一拐弯再甩你嘴里。上个班儿，骑破车，戴臭盔，挨臭骂，就为了挣几个臭钱。我觉得在大城市里，我跟共享电单车没啥区别。大城市里没有我的批点，但我想留下来，我不想骑了，我有腿，我要走起来。谢谢大家，我是新波。哎，各位好，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安宁。能看出来吧？到半决赛了，不太好比，得上高度哈。这件事对于我就很困难，朋友们。我就不太会上高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羡慕其他的一些那种就是身怀绝技那种特型演员，小佳呀，黑灯啊，人家俩虽然身体不方便，但距离道德制高点就近，你发现没有？那小佳他不管讲啥，他都温暖、善良、有力量。黑灯不管讲啥都视角独特，替少数群体发声。哪有视角啊？这有视角，至于忘词3遍吗？咱一讲不好就容易恶臭垃圾。好，朋友们，说实话，心里有的时候挺不平衡。黑灯替少数群体发声，我都查过。全世界视力有严重障碍的人2.3个亿啊，超雄才400万呢，那才。谁发声？那脾气不好不更值得被爱吗？那玩意儿不公平啊！真的，朋友们，我跟你说，比到这儿啊，很多选手特别焦虑，你们感受到了吧？很焦虑啊！我真想给你们看看刘仁成朋友圈的呢。这小子还走了，你看，真的朋友们，刘仁成的朋友圈比水滴筹都惨。我就没见过有人能从早骂自己骂到晚上的。早上起来打开朋友圈看刘仁成发，我真傻，真的；中午发我真蠢，真的；晚上讲开放麦我真尬，真的。刘仁成脱口秀祥林嫂。阿成每日3省吾身，笨乎蠢乎尬乎。你就点他朋友圈主任，你就往下翻，20多秒才能到底。
最底下一行仅3天可见，我的妈！刘彦成发我朋友圈的频率比特朗普发推特都高着呢。很多人现在莫名就焦虑了，你发现没有？有观众会给我发私信说：“翟哥，我看你就不焦虑，你就挺混蛋，我瞅你。你能不能安慰安慰我？我28岁，180斤，1.65米，我太胖了，明天要跟女生相亲，我很担心被看不起。”我当时我就安慰他，我说：“兄弟，咱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肯定被看不起呀，你。那180斤，1.65米，那是太胖了，那不太矮了吗？那不是吗？”那咋安慰呀？那瘦下来还是1.65米啊，那玩意儿。真的，我不会那些矫情的，朋友们。哎，咱大家能听出来这个私信来自于哪个平台吗？那个叔是吧？那个叔就邪门啊，没有开心的人，你发现没？全都什么内耗啊、焦虑，那个书里就我超雄啊，我的妈！真的，那里头开心好像犯法。我搁那书里头搜快乐，他给我推最高赞的帖子叫“为什么你总是不快乐”。我搜我快乐，他给我推最高赞帖子叫“哦，原来我曾经也会感到快乐”。我当时就感觉5月天在我旁边喊：“兄弟，别搜了，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当你把这俩帖子全点完一遍呢，那个系统就默认你重度焦虑了，然后开始给你推那个焦虑等级测试。不知道各位测没测过？没有人能从那个测试里快乐的走出来。那问题问我是否能经常感受到自己心脏在跳动？我这难道也错了吗？问如果突然焦虑，就会有不好的事儿发生。你要盼着我开心，问我点吉利的。那我突然打了个喷嚏，你怎么不问问王心凌是不是还想我呢？真的，我不太喜欢这平台，它一方面给你制造大量的焦虑，一方面给你推最精致的生活，对吧？我就是过不了那生活，我才焦虑的嘛。我曾经被那种精致的焦虑帖子而干焦虑过。月入8万，在上海到底什么水平？感觉自己是个穷人，好焦虑啊！什么水平？在我老家，这都立案侦查的水平了，都是。朋友们，相信我，不焦虑，咱远离这些精致的平台，咱玩点接地气的，去快手啊！精神小伙，我的妈！他焦虑绿字他都不认识呢，都。小皮鞋、7分裤，不知内耗为何物呢？真是！我的妈！你看你焦虑，每天难受，我抽根烟，人家直接抽打火机，每天都是煤气满满的一天。哇，太燃了，真的啊！你内耗是吧？我这辈子穿不上普拉达，穿不上 LV， 我难受，我内耗。你看人家那衣服，左边 LV， 右边普拉达。哎，中间是旺仔，你看看，就快乐。唯心主义最高的境界就是唯我独尊。朋友们，相信我，不用内耗。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有内耗，我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坚定的人生观。我从来不内耗，为什么？我坚信我这人虽然啥不是，但是其他人也都不咋地，你知道吗？哎，朋友们相信我，我能找到任何一个人比我有缺点的地方。罗老师老说他爹味重，他光爹味重吗？他头发比我多吗？你说？对吧？你看比尔盖茨，他再有钱再厉害，他眼镜度数戴了那么高，戴了30年，我俩眼睛全5.2的。我看这世界比他轻，对吧？你马云他再有钱有什么用？他听过我讲脱口秀吗？咱们在座可都做到了呀，对吧？朋友们相信我，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游戏、自己定规则，永远都输不了。谢谢大家，我是安静，谢谢。大家好，我是房主任。今年是我第1次参加综艺节目，参加节目的第一件事是选组长。我一眼相中了刘洋，开场30分钟就被王悦给送到待定区去了。
就没想到啊，时隔30年，我又一次选错了男人。节目播出以后啊，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流量和善意，还有我的前夫。我这个前夫给我是太没有边界感了，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骂我，你就是在外面玩野了，家里啥事你也不管，就给我骂的哈，那脑袋一懵。我说谁在外面又玩打野了？我说大哥，你给我唠啥呢？咱俩离婚都1年多了，你当那离婚证的红本本是给结婚证做的年审吗？前夫说，那离婚证它就是一张纸，有没有都不影响咱俩的感情。你现在能挣钱了，先把我弟弟家的外债给还了呗，我不在乎名分。我说大哥，离婚的时候你给我可不是这么没有边界感的，我回去拿东西，你这不让我带走，那不让我带走，但是女儿让我带走。我说你可是个农民，农民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边界感的人。你家的田挨着我家的田，你要是超过1厘米，那得拼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啊，30年了，地都是我在种，他根本就没去过，他确实找不到边界在哪里。其实我前夫一开始啊，他也是不同意离婚的，他是30年了过得挺好的，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我说30年了，是你自己过得挺好的。我说我本来也没想过要离婚，是你每天数落我，逼得我买了副耳机，听到了脱口秀。我这才发现啊，说话能把人逼疯，也能把人逗笑，还能挣钱。所以离婚啊，主要还是得感谢你啊。他说：“那你把我弟弟家的外债还了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买副耳机怎么样？”你也学学脱口秀呢，你还挺会冒犯的。现在我火了之后啊，他老关心我了，每天给我发私信。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拉黑他？”我说：“他全平台关注我，我根本拉黑不过来。就他本来是不会上网的，就因为被我拉黑的多了，现在都学会建小号了。以前啊，在家当爷爷当习惯了，现在在小某书上当陌陌。”搜我的演出信息，关注我的厂牌，截图我的 report。我给他做了30年饭，没想到啊，最后做成了我的私生饭。就上台之前还给我发私信呢，说跟你合影的旁边那个老登是谁？我说是我的新对象，其实是节目嘉宾马东老师。他给我说：“你得感谢我，没我你能写出这么多段子吗？没我你能有今天吗？”我一想也对，我确实不该想没有他的日子，真想都不该想啊！我睡觉我都睡不踏实，睡着了都得乐醒。我太感谢他了啊！结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离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死了他咋还又活了呢？当然了，这只是我的想法啊，我不会这么跟他说话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离婚前嘛，他每天密切关注的都是别人家的女人；离婚后啊，他每天密切关注的还是别人家的女人。我甚至怀疑，我以前是加了个曹操吗？
个有学问的啊。最近啊，他给我发私信说他真的改了，他要开始努力了，我就开始害怕。他以前开水果店也特别努力，只是特别努力的进水果，但是卖不掉。我说你但凡少努力点啊，那个水果店他还能多开几年。我害怕他太努力了，把我离净身出户留给他的房子赔掉了，再来分我的新房，就忘了告诉大家了啊。我经过我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接下来的目标，我就是努力的还房钱。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啊，我问包工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定制一个网红的路牌？你就给我写上，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一点都不想你。就等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啊，请我的姐妹们来我家做客。就现在啊，我的姐妹们可多了啊。到时候就打一个滴滴站点巴士，把咱姐妹们一大巴一大巴的拉来啊。对，这是个商务，我能挣钱还房钱了啊！没想到吧，滴滴竟然还有大巴，坐着滴滴大巴想咋地就咋地，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谢谢大家，我现在不是房主任，我是房主。